黑石砸80亿美元到商业地产，这是出手了吗？当银行惜贷、开发商崩盘、商业地产进入至暗时刻时，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巨头黑石却突然扔出80亿美元杀入市场。黑石此举是美国商业地产的白衣天使，还是资本的秃鹫？这些资本的机构到底在赌什么呢？普通人能从中分一杯羹吗？黑石为什么敢出手？想象一下，全市场都缺钱的时候，黑石却手握80亿美元，像银行一样对外放贷。这就是黑石最新成立的商业地产债权基金，目球是全球最大，规模惊人。来自3月7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在别人缺钱的时候，掌控资金定价权。一句话，你没钱，但我有，按我的规矩来。债权基金怎么玩？债权基金说白了就是房地产界的影子银行，玩法比银行更狠。黑石的2大操作方式是：高息借钱给好的资产，拿优先的债权，谁还不上钱，直接把好的楼盘拿走。趁着银行甩卖不良的资产，用超低价买下，等市场回暖，再高价卖出或直接接盘物业，能还钱赚利息，还不了钱就收资产，双赢。它有3个核心的优势，比银行灵活。银行一般只愿意提供50%到60%的贷款，而债权基金可以做到70%甚至更高，以换取更高的收益。收益率更高。由于当前的利率上升，债权基金的贷款利率普遍比银行高，比如10%到15%，而且比直接买房更安全。直接接管资产，如果借款人违约，债权基金可以低成本接管物业，抄底捡漏。在当下的美国商业地产市场环境下，债权基金更能如鱼得水。经济下行期，当银行收紧贷款，债权基金就是及时雨，能提供市场急需的流动性。高利率的时代，借款成本上升，债权基金的收益率同步水涨船高。资产价格震荡期，相对于买房，债权基金能通过贷款加抵押的方式来掌控资产，规避市场的波动风险。黑石的历史战绩，别以为他们第一次这么干。在2008年危机时，黑石靠债权的基金砸下了140亿美元，专挑银行甩卖的地产债权低价买入，等到市场复苏的时候到手一卖，赚了几十亿美元，年化收益超20%。这次他们只不过是复制曾经的剧本罢了。历史告诉我们，当别人恐惧时，他们已经在布局收割。普通人能参与吗？很多人说黑石是大佬，跟咱们有啥关系呢？其实，普通投资人也能参与类似的模式，比如地产的私募债权基金，也叫优先股权基金。它有以下的优势：安全垫，仅回款的顺位仅次于银行的贷款，属于第2顺位，但优先于项目股权方分钱。要求普通股权在30%以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劣后的资产。资产缩水30%以内，你都安全。项目投资人的股权是这类基金的安全垫。收益稳，年化10%到12%，比直接买楼风险小，收益高。直接控楼名股实债，名义上是优先的股权，其实收益是固定的。
属于固定的债权收益。比如我们的产品不仅是优先的股权，可能还要求项目的管理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还款和管理人公司的股权质押等，最大的程度确保回收收益的本金，同时有优先购买资产的权利。开发商一旦违约，资金直接接管楼盘，真正的稳赚，周期短，一般2到4年，不用像股权投资等5到7年，说白了就是稳赚的地产债。普通人也能做黑石，做的事门槛也没那么高。黑石是救世主还是收割机？有人说黑石进场是为了救市，但很多人觉得他们是资本市场的秃鹫，趁别人最难的时候狠捞一笔。黑石80亿美元出手，赌的是别人没钱的时候的主动权，收的是地产寒冬里的最大红利。如果是你，敢不敢跟黑石一起赌这场地产的大底？黑石集团的房地产债务基金提供房地产贷款并购买现有的贷款，将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开展业务。黑石集团完成80亿美元商业地产债务基金的募集，创下此类投资工具的募集纪录，标志着房地产市场的出现反弹。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所有者之一，花大约2年时间筹集这支资金，还筹集另外一支规模为80亿美元的房地产债务基金。债务基金是所谓的非银行贷款机构之一，他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成立的，因为银行对房地产风险的偏好大大的下降。这些基金利用于一些大型的贷款机构对该行业继续持谨慎态度的机会，帮助推动商业房地产的复苏。商业房地产是一项高杠杆业务，因此当债务成本更高时，房地产的价值往往会下降。投资房地产的私募股权公司在全球筹集的房地产资金的总额为100亿美元，创5年来的最低水平。黑石集团筹集这支基金在时间比2020年的募集的同等规模基金更长。黑石集团最新的房地产债务基金于2023年底开始投资，提供房地产贷款并购买现有贷款。该基金通常与银行合作发行贷款，银行承担较高的优先级、风险较低的债务部分，黑石集团承担风险较高、收益较高的债务部分。该公司已经调整基金策略，以市场复苏时众多借款人和借款人面临的问题。该基金正在购买希望减少房地产债务投资组合规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贷款。该基金还涉足在利率较低时贷款即将到期的房地产。如果房地产的价值较低，现有贷款人将不愿意以相同金额再融资。银行不会愿意比1:1再融资的方式为这种贷款提供基金，必须有人介入并填补这一缺口。近年来，避开陷入困境的美国办公楼市场的投资者纷纷回归，在经历了5年的动荡之后，为该行业的前景带来曙光。一些投资者正在购买背负债务的优质的建筑，或以及低的价格收购半空的大楼，还有一些投资者正在竞购过时的办公楼，打算将其改成公寓。一些大型的外国投资者正在重新表现出兴趣，希望能够赶上他们认为2025年晚一些的时候将出现的更大规模的购买热潮。现在，投资人指出，随着企业要求员工更多地返回办公室，租赁活动有所回暖。
从客户那里听说，他们将继续让更多的员工重返办公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适应这种转变，瞄准的是那些租赁状况良好但难以找到贷款人的办公楼。关于房地产最核心的事情，永远都不是需求，而是收入。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这是与供需没有直接关系。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更多的是金融的附加值。关注并私聊我，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多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